因为我很喜欢你啊。啊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怎么忘记放在包里面了呢？哎，这记性。灯好像忘了关了，还是上去看看吧。喂，舅舅，妈气喘又犯了，你有没有打电话给宇阳？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现在马上就回去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吓死我了！你是，哎呀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就是你舅舅大惊小怪的。哎，那个书呆子电话打不通，你找到人没有？那奇怪。估计在忙吧。来，再喝点。小朱，终于脱离险境了，真的要谢谢你。要不是你的坚持，小朱现在恐怕已经没命了。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从眼前消失，真的不忍心。再说，我也是很喜欢小朱的。就送到这里吧，我先回去了。于飞，你说的对，放手需要勇气，但往往坚持更需要。刚刚我已经亲眼见证了这句话，它让我相信，爱和坚持真的能够创造奇迹。谢谢。叶琳也是因为相信爱会创造奇迹，所以才会坚持到现在，对未来的人生抱有希望。希望你可以好好照顾她一辈子。祝你们幸福。谢谢。我也祝福你，祝福你。再见。也许是你天生残忍，忽视着我的诚恳，不闻不问，像个陌路
傻女孩，祝你幸福。是什么时候被你遗留，自己一个人走？只是好朋友，你对我说，原来感动是我想太多，我的执着你放在角落，曾给的承诺到底算什么？只是好朋友，你对我说，原来感动是我。既然我决定嫁给宇阳了，就不该再有牵扯。没我的住所，泪无声滑落，才看懂言语的虚构。嚯，你也太美了吧，小飞！舅舅啥时候能找个你这样漂亮的女朋友啊？舅舅，你今天也很帅嘛，你就不怕登记处的新娘嚷嚷要改嫁给你啊？太好了！瞧你们俩，一个当舅舅的，一个是马上就要嫁人大姑娘了，没有一点正形。东西带齐了吗？带齐了，连你的扩张器都在这儿呢。啊，这个必须带啊！万一你妈像他那样犯了病是吧？这好事儿给搅了就给。你别乌鸦嘴。给宇阳打电话吧，就说咱马上就出发。我小声啊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夏妈妈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我们这就出门了啊！那一会儿见啊。妈，他们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这是在哪儿？现在几点了？怎么没人叫我起来？夏雨阳，你怎么会在我身边？叶琳，我们昨晚喝醉了，对不起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对不起，我应该保持清醒，我不应该这样做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不想听。都是我的错，你听我说你好不好？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听我说，你知不知道？马上就要嫁给贺凡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听我说。而且到现在需要你朋友所有的计划。叶琳，你听我说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叶琳，你听我说。叶琳，听我解释，叶琳。姐姐，叶琳。
几点了？小林怎么还不下来？已经叫张妈去请了。太太，小玲不在房间，连包和拐杖都不见了。什么？痛了吗？是失败了啊！你看看这个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来！夏妈妈，雨阳呢？雨阳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是他妈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们还住在一起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。啊？昨天晚上没回来？哎，他今儿要跟小飞结婚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一晚上不回来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想接了啊？那倒没有，刚才呀，他还给我传短信呢。没有。短信说什么？提没提登记的事儿啊？我们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人，他像话吗他？舅舅，我想雨阳一定是医院临时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再等一会儿，他可能就会来了。啊，对呀，再等会儿，我给他打个电话催他。这电话打不通，刚才打半天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再打。是的。哎，你们再坐会儿，再坐会儿。再等会儿。伯母，叶玲不见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为了他，什么都可以丢下。不管我心里有多难受，我多么需要你，你都非要坚持在他身边不可是吗？叶玲，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叶玲，你听我说。老公，我不想听。我知道是我不好，但都已经发生了，我就必须对你负责。你相信我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所以是故意的，故意把我灌醉，让昨天的事情发生，是不是？当然不是。昨晚的情形，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住，我也喝醉了。你给我听着，我马上就要嫁给贺凡了，马上就要娶一菲了。我们最好各自回到各自的轨迹上去。回不去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发生了关系。就算再怎么想逃避，这都是磨灭不了的事实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以为这是古代吗？我跟你发生关系，我就要嫁给你吗？别开玩笑了，我是从国外长大的，根本就不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，好吗？你最好听我的，把昨天的事情彻彻底底的忘记，现在立刻回去跟于飞结婚。你要是敢反悔的话，我敢保证，我让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会随着我和于飞友情的消失灰飞烟灭。叶玲，我小林，夏雨阳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昨天晚上叶玲打电话给我，她跟我说她心情很不好，我劝她劝了很久，才把她劝回来。这么说，小林昨天晚上就出去了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开车兜风，散散心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需要你们整夜出去兜风散散心，而且还是跟这位夏先生在一起。我跟贺凡吵架了。又因为贺凡？他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不知道你刚刚动完手术吗？就不能处处体谅你，让着你点儿？小姐，贺凡先生来了。爷爷，你来的正好。我问你，
为什么要跟小玲吵架？妈，是我不好，跟鹤帆无关。你别替他辩护，你的个性我还不了解吗？你处处小心翼翼地护着他，就是怕惹他不高兴。昨晚你会彻夜不归，肯定是有什么事情，你实在是忍受不了了。对了，是不是因为于飞？肯定是他又偷偷地跟于飞接触，被你发现了，所以你们两个才吵架。我说的对不对？这件事情跟于飞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我半夜醒来找不到鹤帆，乱跟鹤帆发脾气，所以我们才吵架的。真是这么回事吗？是。董事长，叶琳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小林呐，贺凡白天上班，下了班就过来陪你，这就可以了。你应该多理解他，你不要随便跟他发脾气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不会再任性了。爸，小林从昨晚出去到现在，一定也没什么睡。我看先让他回房间休息吧。扶你。叶琳，保重。董事长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等一等，我记得上次于飞来过，跟我们说起了，说今天是你们登记结婚的日子。你现在还在这儿，你们登记的事儿怎么办？不等了，等什么等啊？等多长时间了？啊！不接了，不接了！秦大舅，你别走啊！干嘛呀？等一会儿。等什么等？你看看表，等多长时间了还等？哎，我相信宇阳一定会出现的啊！出现哪儿呢？在哪儿？从天上啊？坐直升机来啊？我跟小飞啊，既然人家不当回事是吧？咱们别跟傻子一样跟着上赶着，剃头挑得一头热嘛。走，回去，姐走了，走，姐走了。哎，别走！哎，别走！哎，别走啊！再等一会儿。对不起，昨天晚上是我不好。可能是因为我太没有自信，又缺乏安全感的关系，所以才会做出那么失常的举动。对不起，我保证以后不会了。原谅我这一次好吗？我自己也不对，不该对你凶的。叶琳，昨天你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昨天说了很多话，你说哪一句啊？你说我迫不及待想见他，为了他丢下你。难道不是吗？你那么爱小猪，真的让我很吃醋。我想，一定要在我和他之间选择，你一定会选择小猪的。你说我是不是很傻，跟一只小狗过不去？对了，小猪现在应该平安无事了吧？已经没事了，我晚点就接他回去。那就好，我改天再去探望他。叶琳，顾左右而言他，并不是你的个性。你想转移话题。昨晚于飞在我身边，一起关心小猪的事，你早就知情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是不知道，就不会找夏雨阳出来，还气得口不择言，彻夜不归。这一点，可是连伯母都看得出来。好，我承认，昨晚于飞在你身边，我确实知道。
那是因为在我手术的时候，你跑去救他，我一直都耿耿于怀。现在冷静下来，我确实很幼稚。我保证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无理取闹了。真的只有这样？为什么觉得你心里还有话没有告诉我？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了。那双眼睛，跟那双眼睛有什么关系呢？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，你别放在一起说。但昨天晚上你的确放在一起说，你说我逼你说出那双眼睛，紧接着你又把电话给挂了。我很想知道，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为什么说到一半就不往下提了？我昨晚那么激动，说了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要不是你现在跟我说，我都不知道我昨晚提过那双眼睛。贺凡啊，贺凡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我们都快结婚了，不要再为这些小事而争执了，好吗？叶琳已经是我的人了，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她回到张鹤凡身边，真是太不甘心了。你会不会开车？你要敢反悔的话，我敢保证，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会随着我和于飞友情的消失灰飞烟灭。以叶琳的个性，她真的会这样对我？必须先解决眼前的问题，绝对不能让两头皆空。你去哪儿了？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，要不以后你别要进我家门。哎呦，有话好好说，别这样，别这样啊！哎，亲家母啊，你快给说句话呀！于强，放开他，要不他怎么解释？昨天晚上叶琳闹自杀，我去安抚她，一直到现在。叶琳要不要紧？有没有事啊？你管他要不要紧呢？他又不是我们家里人，说难听点儿，他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舅舅，你别这样说话。好，不说他们。除了杨老爷子，他们家一个个仗着自己有钱，都他妈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于强，你别说了。好，我不说他们，就说书呆子。自打上次为了叶琳的手术，差点害死小飞啊！我从那时候我觉得他就不对劲儿。怎么差点把小飞害死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夏妈妈，这件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，是个误会，不怪宇阳。什么不怪宇阳？当然怪他了。切，只要一牵扯到叶琳啊，你就浑身不自在。你安抚他，你就是再安抚，还能安抚到连给我打电话时间都没有了吗？你分明心里有鬼。宇阳，你快给大家好好解释解释，别让大家误会你啊！好，你解释解释，来，我想听听你有什么好的解释。我本来是不想说的，但既然如此，我只能跟大家坦白。行，来，坦白，我听听，我听听你要说什么。我是为了于飞。为了我？你自己说吧。昨天晚上，你到底跟谁在一起？张鹤凡是吧？叶琳就是因为这个才会想不开的。大家都很清楚，叶琳很在意张鹤凡救于飞的事，所以昨天晚上叶琳知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她整个人都崩溃了，我才会去安抚她，就是怕一个不小心，她真的寻短见。要不是这样，我又怎么会没有时间打电话，甚至耽误了登记呢？
你们看啊，这件事儿啊，不能怪罪在我们家雨阳身上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让你跟张鹤凡保持距离，你为什么又跟他扯上关系了呢？妈，昨天是因为特助养的狗新来的小妹她疏忽了，误吃了老鼠药。这种事你老板处理就好了，你凭什么要这样多管闲事呢？可是如果小猪出事的话，我也是有责任的。哎呀，姐，你干嘛跟不上往外拐？说他了，你干嘛说小飞啊？这帮理不帮亲？更何况，宇阳马上就是我的女婿了，也不是什么外人。不是你闭嘴吧！你别多管闲事了，你坐下。宇阳，这件事儿是小飞不对，我代小飞给你赔礼道歉。月姨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只是我希望强叔不要误会我。现在大家啊，把话都说开了就好了，是个误会。不如我看这样，赶紧去登记，把事情办妥。今天肯定来不及了，还是等到明天验完课再说吧。那我先走，你们俩好好聊聊啊。宇阳，好好跟他说啊。那我先走啊。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叶玲有来找过特助。于飞，刚刚在月姨面前，我不想让你太难堪，你都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把叶玲给安慰住，更不要说我送她回去的时候怎么受她家人责难。对不起。与其你跟我抱歉，倒不如好好的约束你自己。你跟张鹤凡的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，现在跟叶玲更是搞得连朋友都没法当。如果你不想影响到我们，就跟她保持距离，不要再让我难堪了，可以吗？下午有客户要来卖场参观，我先回去了。开车小心点。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冷静下来，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处理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呼声后继续指备。如拨留言请划断，快速留言，呼声后请按井字键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算了，一定要跟叶玲再聊聊。去哪儿啊？妈，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你休想啊！
我不管你现在有天大的事儿，总之在明天验完课之前，你哪儿也不许给我去。妈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你不要拦着我好不好？哎呀，儿子，你现在有什么比娶于飞更重要的事儿啊？你现在有房有车有事业，这一切都是谁给你的？你可别怪妈没提醒你啊。她现在就是跟叶玲吵架了，但是凭她跟杨家的交情，你要是失去了她，这一切全白费了。张妈，我叫小磊带我去附近办点事情，很快就回来。姐，我们走吧。小心点啊！放心吧，张妈。放心吧。天高，小心，楼梯。哎呀，都快要结婚了，怎么还闹出这种事儿？姐，小心点儿。嗯。来，忙账。那我去旁边等你。好。小心点啊。嗯。飞，你知道吗？我连对手是谁，都做了些什么，我通通都不知道。我就好像输给一个灵魂一样。我觉得我自己好失败。你一点儿也不失败。叶玲，你来了。于飞，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这见面是为了什么事情吗？当然记得啊，是为了那双眼睛。当时，你因为特助念念不忘的那双眼睛很伤心，所以找我过来谈心事。现在，你马上要跟特助结婚了，所以再也不用担心了。你错了，我只有更操心的份儿。于飞，想想我们还真的是有缘。小时候我被刘小慧欺负，你帮我解围。你妈妈犯哮喘，我和爷爷刚好赶到送她去医院。15年后，换你被刘小慧欺负，我解围，然后你送爷爷去医院。对了，我们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，这一切好像就注定了我们有纠缠不清的关系。叶玲，我知道你是昨天因为3只小猪的事情很生气，但是请你听我解释，我找你出来不是因为那件事情。坦白说，我心里一直有个秘密，本来到死我都不会说出来，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说。我希望说出来以后，你可以照我说的意思去做。你说，远离贺凡，让他彻彻底底的死心。叶玲，明天我和宇阳就要结婚了，
你们的婚期也近了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相信我们呢？我不可能相信，我永远都不可能相信，因为你就是那双眼睛，贺凡念念不忘的那双眼睛。我？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怎么可能会是我呢？我没有弄错，你确实就是。15年前，你是不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一个小男孩？那个小男孩他就是贺凡。不可能啊！我跟特助说过这件事情，他是知道的，可是他并没有跟我承认啊。因为他不想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，毕竟你身边已经有了夏雨阳，他不想让你为难。雨飞，我想你应该很清楚，贺凡他从来就不是因为爱我才要娶我，他是对我的眼睛有责任，所以他不得不娶我。如果我的眼睛没有瞎，他还是会拒绝我，他还是会继续等待那双眼睛，所以我只能来求你。雨飞，你不是说要报答我？现在就是你该报答我的时候，请你远离贺凡，不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。叶灵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是不会这么做的。我就是要听你亲自说出口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谢谢你。如果我以后幸福，我会感谢你一辈子。真是可笑，你就是那双眼睛，而我却为了贺凡失去了眼睛。叶灵，贺凡他不知道我已经知道这个秘密，他更不知道我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你。麻烦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，谢谢。叶灵，为什么你以前都不说，却在这个时候，你突然告诉我这些？姐，王章给我吧。可是我等了那么多年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渐渐的，我也忘了，或许他也早就把我忘了吧。他没有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？我怎么会问这么傻的问题呢？一定是因为叶灵的关系啦。不是。要回家这条路真的很漫长，有好多次我都觉得很厌很烦，但我心里总是惦记着有一个人一直在等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我还是错过了？你始终还是忘记了。喂！啊！别跑！走了，快一点！我走不动了，我实在跑不动了，你快走吧！不行啊，他们不要你的命啊！
我已经1天1夜没吃东西了，真的跑不动了。你快走吧。没有怎么样，他们伤害你。爱江张可凡，你回来找我了，你一直在我的身边，而我却不知道。你说的对，放手需要勇气，但往往坚持更需要。